知道您最近特别辛苦。明白。你来是想说不考虑收购了是吧？我能理解，万川矿业本来就是个负资产，现在又出了事故。我不是这意思啊。我今天特意来找您，就是要跟您说，矿我们还是要买的，而且万红那边都谈好了。万川矿业连本带利的负债确实不低，但是我们能够承受，包括他眼下出了事故，万家没钱赔偿、没法善后的这个部分，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。其实执意要这么做的，是因为我们想为开发区政府、为管委会、为您多分点忧嘛。进。李姐，天龙集团和陈胜龙个人资料都在这儿。我之前听说这个陈胜龙做得很大，但没想到已经做到了东平纳税第2名，开发区纳税第1名。去年呢，他还当选了开发区的政协委员。这个陈胜龙简直就是底层逆袭的传奇。据说他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了，像什么酒吧服务员、保安什么的都干过。他是怎么就做到现在的位置的？这块倒是个空白。我问了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，他们都不知道，只知道现在他们主要做房地产和城市改造。咱们东平比较有名的几个楼盘项目，像天龙望月、大都望月，都是他们的代表作。其中最新的这个大都西山，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楼盘品质，那可以说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。可您送这么干的房子，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？一点都不重啊！这件事人才，因为他的到来，我们天龙集团现在越来越好，一年一个台阶。我是觉得3栋房都不够。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，谁买都是这个价格。对了，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，听说乔主任也去查了。老乔查过天龙集团？是的。什么时候？算时间的话，应该是乔主任出事前不久。嫂子，之前是您把机会给了我们，那正需要我们出力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能就这样就撤了呢？你们能这么想，我真的很感激。但对于你们来说是生意，对于我来说是工作，不谈私交，在商言商。你们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嫂子，那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公司未来的规划，打消您这个顾虑。洪家村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，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，您就帮我们催一催，因为之后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，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，吃下万川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。那你说眼下这些亏，吃点那又能算什么？既然这样，那我表个态，你们的新能源项目，我一定全力支持。好，那就谢谢了。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？你这万海案一办就是3年，我的区里面一堆烂摊子，人家陈胜龙好不容易答应来我们开发区投资，要说有事儿，那也是我求他办事儿。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？天龙集团。陈胜龙要做新能源，万海的矿里发现了铜镍，老乔生前去查过天龙集团。有什么问题吗，李姐？指导小组以前就说过，万海案有问题。张文金开庭第1天喊的就是万海案是冤案。假设万海案真的有问题，会不会是陈胜龙和万海2个团伙之间的利益斗争？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。这可不能随便假设啊，李姐。
好玩吗？真有你！多大个人了还玩这个？赶紧的吧，都等着你开会呢。玩呢？啊？洪亮，我说你是干嘛呢？在这儿？从成立专案组开始，你就这样萎靡不振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啊？我可以信任你吗？我给你讲个事儿啊。来。我不看了。前一段我租个水上的东西，万没想到，老条走之前就在查这个131，更没想到的是说有这么大的错误，所以我写这个材料，我本来就是要交给张检汇报的。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？你们当初真的办错案子了吗？基本是明确的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交给张检？我要交啊！我那天手都掏进兜里了，你敲门进去了，给我们看江红军视频，然后不管3七2十就给我整到这个专案组里了。我当时扒拉你了，你记得吗？我是扒拉你了，你不？我离开以后，你为什么在家？那时候就开始侥幸，就人就是你过了那勇敢期，你瞬间就侥幸。人嘛，你都有劣根。我告诉张检，这都是小事。我告诉你，洪亮，咱俩先私下谈明白。我是不是在门口问我能不能信任你？你答应我？我没答应。别，没信好是吧？洪亮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这封信我没有看过。我是想找你帮忙，你给我想想办法。你让我怎么办？洪亮，你知道我郑亚萍眼里只有是非对错，没有中间地带。你这是在害我！这一个单位我待10几年，一个人没交下，就这人缘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不得找你吗？我本来说呀，这个检查服穿了20来年，我想干干净净的脱了。谁能知道出这么大事儿？你整不好脱完检查服还得穿狱服呢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要承担这个处理结果的话，专案组我就参加不了。然后呢，我知道的事，我能查着的事，查不了了。那老乔呢，死得不明不白的，万海案呢，还有东平这些事儿，我就啥也帮不上，还对不起那么多人，挺遗憾的。不干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就想把这个信交给你，等专案组完事儿，细听尊便，帮帮我。你只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。询问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录音。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大概3年前的3月份，吴耀天打伤了刘贵之后，赵文静来找我，问我当时的情况。我把事实告诉他了，他让我照实跟警察说。事实是什么？出事那天，吴耀天跟刘贵在另一个包厢发生了冲突。
我告诉你啊，你再敢在我店里玩那个东西，我他妈弄死你！李一凡，你回来！别打了，给我，把东西给我，给我！后来，刘贵被推倒了，磕了脑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不是万海指使吴啸天打的刘贵？不是，跟万海没关系，万海根本不知道这事儿。你为什么要改证词？是钱波。大概过了半年之后，钱波在休息室找到了我。张文京是谁？张文清是万海的律师，威胁我做假证。什么时候找的你？3月24号。做什么伪证？万家灯火包厢，万海让吴小天打散刘贵，张文清让我跟警察撒谎，说万海完全不知道。怎么证明万海不知道？他又是怎么教的你？他让我说，是刘贵欠吴小天的钱，他们个人约，万海不在场。那实际情况是什么？具体情况是我听见万海说的，是我听见万海说，让吴小天打散刘贵的。张文京是怎么具体威胁的你？他说，如果我不让他说的错，他就开除我，他让我在东平混不下去。那你又是怎么主动愿意去举报张文京的？我意识到我自己在犯罪，我自愿去公安局举报、自首。我之前的证词都是受到威胁的，都是假的。他们为什么让你诬陷张文京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要不按他们说的做，我就活不了了。求求你们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，我不想这样，你们会杀我。是钱吗？是钱吗？这行不行？哎，等，拽我，这不拽我，来，不行。邢哥，您这，王总，王总，陈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不你让我来的吗？那我就来了呗。这个常事呗。行了，你让你生哥停下来呀。听说王总想玩牌啊？哎，坐下来，咱玩一把。不是，陈总，你挺忙的，咱玩这玩意儿干啥呀？来，玩一把吧。不，你要不这样，您今天来，您有事说事儿。那个王总，平时玩多大呀？小的100、200，大的1000、2000。哎，子健，他上次问你要多少钱来着？100万。王总，是100万吗？咱们就玩100万。来吧，王总，谁输了游戏结束。我跟他开玩笑的。来，您别当真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不就是想把这事过货，这不3年了吗？王总，哎，我记得你有句什么人生格言吧？不搏不精彩。这把惹你赢了，给你这100万。如果我赢了，我不要你的100万。我想要啥，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
非得这样吗？你确定吗？非要玩？哦，跟。哎，我这2个 S。王总，给你个机会吧。你来。万超关在哪儿了？钥匙。王总，刚才那把要是你赢了，你敢拿着100万吗？啊？王总。咱俩应该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吧？船没到岸呢，风浪挺大的。你这个时候在晃船呢，是想测测你的水性，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性啊？你这是需要什么？风平浪静啊！哦，对了，王总，万家灯火 KTV 你知道吧？知道，就是前坡那场。你的了。再见。给他过户。哥。理解。怎么样？还要再查？多长时间？1天？2天？1星期？还是要根据咱们的调查情况才能。行，知道了，早点回去休息，走吧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李姐，什么时候盯上的？除了金条还有别的吗？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敲菜？哎，我借你们洪老师用一下啊！跟我走。上车。哎呀！去哪儿啊？阳汤馆啊。这天都快亮了，垫个肚子。没开门呢。开门了。开门2小时以后呢？开门了，我说开门了。肯定不可能开门。我说开门就开门了，你在东平，我在东平，一个洋餐馆你都不信我？洪亮，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你刚来东平上我们家吃饭，我问你为啥来的，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查什么郑雅萍？
你这脸皮够厚的，你什么犊子都敢跟我扯。哎，你是11部的人，你到这儿来，傻子都知道你不是奔着张文京来的吧？行，你们有纪律，我尊重你，我不问。但我怎么跟你表的态，还记得吗？我说不管你怎么办，你要查什么，我都无条件支持你。但是你要告诉我，你怎么做的？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，你都查到我的主办检察官了，我怎么办？万海案怎么办？我去换新人吗？还是我自己上？时间成本呢？万海案是有期限的。洪亮，我求求你了，祖宗，我支持你工作，拜托你也支持我的工作，好吗？哎，我早就支持了，我有可能帮你清除你队伍当中的蛀虫，我怎么不能帮你了？他家里发现金条了，我不能查吗？乔振兴死了，死的不明不白的。我说2次尸检，人没了，给烧了，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？2次尸检这事儿，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，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，谢鸿飞就。我不该查吗？所以，乔振兴重要，还是谢鸿飞重要，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？洪亮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。我的位置决定了，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。那咱俩说啥呀？反正呢，咱仨呢，只有你还能穿简服。我马上我脱衣服我走人了，对吧？那位呢，挫骨扬灰了，穿不上了。就说告别会人想穿身简服都不能穿。他不冤吗？你好好穿着，替我们俩争口气啊！完了呢，对得起这身衣裳，心里有杆秤，你自己好好称量称量。我有什么可称量的？称量怎么做人？你称量怎么做事儿？你心里边有答案。说谢鸿飞怎么样不重要，乔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，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。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，你这个代理俩都拿走了，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。洪亮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查谢鸿飞，查乔振兴，就是为了想查我。来啊，随便你查，我等着你查我。他是今天早上放的吗？我都在这儿待了1多小时了，上班之前我就来了，没见雷广发出来呀。师哥，我刚问了，雷广发早上6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。你解释解释，李健。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，我就马上让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，现在还没给答复。谢主任，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，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？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？李健，您先别生气。这省院的仪器还有专业人员的素质，确实比咱们市里要高出不少啊！你这个时候想起专业人员素质来了？哎，当初你们审查卷宗的时候是怎么做的？签个字看一遍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？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，谢主任。李健，您也说的对。其实呢，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，它证明不了什么。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。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，
不是伪造，是真的。还有口供可以证明，他教唆证人做伪证，替万海开脱罪行。还有王玉等人指证他，这些足以证明张文京他就是万海的左膀右臂呀。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，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。您是担心他们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？那这样吧，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剔出来，单独审查。可是万海案证据链闭合，没有问题，依然可以起诉。那张文京案怎么解释？怎么向上级交代？怎么向社会交代？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，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。张文京态度反复，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。老谢，咱们办案子不能只靠可能2个字儿。一姐，我这次一定把工作做在前头，绝不辜负我们东平政法系统2年多来的努力。您放心。我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，是指导组自己查出来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怎么了？我的当事人情绪有点激动，没事啊，冷静点啊，没事没事。别把事情搞大，你冷静点，听我解释行吗？你想干啥？首先第一点啊，王玉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我们的控制。第二点，你儿子大白天跑到人家办公室抢公章，还威胁人家。你跑到这儿就跟我说这个呀？你赶紧去救他！你弟弟万火也来成功，让我去对王玉说说好话，你说我该不该去啊？赶紧去。咱们俩相处也挺久的了，我自认为是了解你的，你应该了解我吧？我明白了，我是黑社会，永远是。我现在就去。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，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。哎，哎呀，说子健，你还真给这万家人当律师？怎么当成保姆了呢？那屁大点事儿也得麻烦你啊！啊！王总，出气，出完气就把人给放了，别惹事儿。你说他就一个孩子，你跟他计较什么呀？哎，我就是要给他关起来，这样的万家人呢，他能把这嘴给我闭上，不是吗？我明白，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你这事儿吧，做的有点过了，这种事儿得把握一个度。哎，王总，你看吧，哎，你这不也写了吗？合作共赢，咱得合作呀，对吧？而且现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，咱们不要节外生枝了。有任何事儿呢，一审结束了以后再说，啊！我就觉着呢，你们对这万家人啊，太客气了，还给他搞什么减刑？这要搁着我，哎，我要弄，就弄彻底。但是王总，我得提醒你，到目前为止，就这个集散中心，他的法定代表人还不是你，所以啊。他才敢过来跟我要这公章呢，他是抢啊！这地方是我的，他敢抢吗？他那天报警了，
警察来了，是不是也得说这地方是他们家的产业呀？如果我把他放了，他再过来闹事儿，你管呀？物资集散中心现在是涉案资产，万海他判不了，他根本过不了户。他现在归你了，所有的收益都是你。你知道陈总花了多大的力气吗？都已经花力气，还在乎我这点吗？我等多久了？3年了。让我办的事儿，我是不是都已经办了？陈总一手遮天呀，啊，上通天，下通地，我这点事儿动动嘴皮子就给我办了呀，完了吗？是。哎呀，可是陈总真的没时间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。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。来，哎，你过来，你看看外头，啊，我外面有8条铁轨，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。你们多大产业，我这鸡毛蒜皮的事儿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，王月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说。想让我放人是吧？行，你让那个万红过来给我道个歉，把砸我的东西都给我赔了，也没多少钱，也就100万。100万？你疯了吧？你是不是天天垫这个东西？你把脑子垫坏了呀？他家什么情况你现在不知道啊？别说100万了，连1万都拿不出来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说。要么这样，你让陈总想想办法，只要万海把货运站过给我了，我就放人。把我信。各位领导，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帮到各位。最近见过万海吗？原来打算是要见的，但是我这手上的案子呀，真的太多了，就一直没去成。有个问题，我上次就想问，你是怎么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的？其实，是他找的我。不过你也知道，东平吧，也就这么点大，有刑辩经验的律师来来回回也就这么几个人。程律师，听说你之前在县检察院，也算是在公诉岗位上做了6年多，对吧？对。那为什么做律师？哎呦，其实，在县检察院的时候吧，每次开庭啊，我都对对面的律师特别好奇，我想知道，他们知道对于这个案子来说，我们的难点在哪儿吗？他会怎么跟我辩？他会怎么给我制造困难？我一旦好奇了以后吧，就收不住了。所以呢，我也想借这个想法，走出这个体制，推自己一把，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。当然了，也许在你们看来，我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选择了面包，但是其实这个面包当中还是有一些理想在的，而且都是从事法律工作嘛。只要我的热爱没变，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。你和市院的谢鸿飞主任关系怎么样？万海案之前认识吗？谢鸿飞主任认识，但真的不熟。因为谢主任在市院工作这么多年，大家也都知道他。我跟他也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吧。哟，哎，洪亮，老张，回来了。哎呦，回来了好啊，早就该回来。不是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声，我派车帮你们把材料运过来啊？哦，对了，郑主任怎么没来？是不是还在忙着张文京的事儿啊？哎呦，你们可是真辛苦啊！
来呢，正要向你们汇报关于张文京笔迹鉴定出错的事儿。我们已经找公安机关核实过，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王主任承认是他自己能力不足，没看出来。当时啊，鉴定量大，又没有仔细做，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技术性的鉴定结果偏差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，要求他们纠正整改。啊，就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，因为一个能力不足，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，你这坑人的吗？是啊，其实啊，这件事儿呢，我也有责任。李检呢已经严厉的批评我。换一下。哎，不用，实事求是嘛。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。学学老同志。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太信任。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，哎，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。哎，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，谁伪造的？伪造干嘛？就这个事儿，咱是不是还得接着查呀？是要查。必须要查，我们办案组啊，在第一时间就开会讨论了，啊，这是会议纪要。哦，哎，你们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，应该的嘛。我们觉得呀，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，他呢就是想靠这招啊，减轻对他的量刑。哎，啊，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，进一步的侦查，一旦有结果，马上会通知你们。辛苦老谢。不辛苦应该的嘛。那我没别的事儿，我那还有个会。小张。行，你忙啊。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？哪天早上？就乔振兴告别会，您几点到的呀？我大概比你早到7、8分钟吧。那您和李检谁先谁后啊？我们俩前后脚到。您当时走的是哪条？没完了是吧？为了那通电话，过不去了是吧？这个月的12号，谢鸿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，你们聊了些什么？打了电话呀？有吗？有。12号早上。喂，省院要进行2次尸检。啥尸检啊？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次尸检。什么时候啊？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，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。我知道了，我来处理。通话时长56秒，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。你再仔细想想。12号。洪亮，咱们俩认识60多年了吧？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，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哎，好。那天当着面检查李检的电话，并且对我都那样了，我觉得有点过。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了。不是，我关起门来，我高低得跟您叫声老哥。我其实已经憋了好几天了，
一直就想寻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，单独。我跟您道歉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你听我说。说我们仨，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市院的那天开始，前面是您带的，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。哎，不，长大谈不上，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。所以，您非常了解我跟乔振兴什么感情，我的好哥们儿、好战友、好兄弟。走了，要送一程，最后一面还没见着，人就给烧了，还是被错烧，所以我当时崩溃了，我逮谁就冲谁来了，我要找一个发泄口，我要宣泄出来，所以我整个人我疯了。不说了，洪亮，有你这番话，咱俩就算翻篇了。我还一句废话啊！你说，我真不是不尊重你，我更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就是不相信程子健。12号，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祝贺我订婚。你刚才不是说你和谢主任不熟吗？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他，而且我也是知道的，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的，这个规矩我懂，而且谢主任也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当时谢主任还说了，说让我不要离开东平，要好好配合指导小组的工作。就这些。那几天啊，送来祝福的电话特别多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就是这些了。毕竟求59秒。56秒。对。我给任俊打个电话，完李任俊第一时间给您打，您第一时间给程子健打的，然后就出这事儿了。省院要进行2次尸检。啥尸检啊？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次尸检。什么时候啊？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来处理。处理好。我不得不想，我这肯定纳闷啊。您那时候说，刚才说比我早7、8分钟到的，那7、8分钟时间也挺紧的呀。完了，你又骑电动车，还得打电话，你这电哦，想起来了，我呀，那天从家里早出发了10分钟，嘿，路边呢正好一个早点摊儿，我买了碗豆腐脑，买了2个水煎包，我吃的舒舒服服的，踏踏实实的，打了那个电话。怎么样？你说行吗？是好。那你为啥要给程子健说2次尸检呢？我没有给程子健说2次尸检的事儿，我是跟程子健说，让他做万海的工作，配合你们指导组啊。我们要给乔振兴做2次尸检，你让程子健找万海配合。万海在里边关着呢，万海以前能主刀啊？嗨，老乔做2次尸检跟我没关系。可是万海不配合，跟我有关系。兰书记再三叮嘱我说，让我一定要配合你们指导组工作。这不是前不久吗？那个郑主任跟我一起到看守所提审万海吗？万海态度那个差呀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想，我无论如何要给程子健打个电话，要让他做万海的工作，配合你们指导组啊。我们也就说了1分钟不到。洪亮，你看行不行啊？你说行就行。哎呀，我呢，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。但是，我是一个干了30年的老检察，纪律我懂。
第一线，我还能守得住。跑风漏气儿的事儿，我不会做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那行。有事儿随时找我。